在2021年河南发生的暴雨中，有网友表示自己在云层中看到一个黑影，伴随着暴雨和闪电一闪而过。网友怀疑这是一条龙，这不由得让人想起1998年发生在长江沿岸著名的走礁事件。当时长江沿岸发生了巨大洪水，在洪水的冲刷下，居民们的房屋被冲垮，只能在高高的山坡上暂时躲避。就在这时，有不少居民都看到空中乌云密布，随着一道道闪电落下，他们在汹涌的洪水中见到了一个巨大的黑影。这个黑影长达10几米，在洪水中不断摆动自己的身体。当时居民们一致认为这是走礁渡劫，这是1998年长江沿岸著名的走礁事件。我国民间一直有关于礁这种生物的传说，《山海经》中也曾有相关记载，其中描述的礁是一种长着蛇的尾巴却有鱼身体的一种怪异生物。在关于礁的传说中，礁是由蛇修炼而来的，随后经过长期的修炼，礁又会幻化成龙。不过在这期间，礁要经历种种考验，渡劫成功后才可以幻化成龙。也就是说，礁是龙的前身，可以将礁理解为是一种长着龙鳞的大蛇。据说礁可以控制水灾，能在空中自由飞行，只要有礁出现的地方，就一定会伴随着风雨雷电。老人们对走礁现象深信不疑，他们认为这世上是有礁存在的，而年轻人则持有不同观点，礁只是传说中的一种生物。不过在1998年长江沿岸的走礁事件中，确实有不少人都亲眼目睹了这条数十米长的黑影。如果不是礁，那么这个黑影又是什么呢？民间确实有不少关于礁的传说，在古人心中，礁是一种非常神秘且强大的生物，他们可以通过修炼的方式增加自身的法力，而蛇类蜕皮的过程就是他们修炼的过程。其实古人有这种想法也不奇怪，蛇类本身就生活在阴暗潮湿且远离人类的丛林中，以前人们很少能直接见到蛇类，却经常在山上见到蛇蜕。由于蛇类有一定的神秘性，古人就认为蛇的每一次蜕皮都是他们修炼的结果，离化成礁更进一步。而当他们成功化礁之后，他们就会继续修行数百年，成功进化为龙。不过传说始终是传说，这么多年来，民间关于礁的说法层出不穷，而至今没有一个人见过真正的礁，也没有确切的证据能证明礁这种生物是真实存在在这地球上的。而人们对于礁的了解都来自于古籍记载、影视作品以及人们的口口相传，在这些描述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人们想象出来的。从古代开始，人们就坚信礁是存在的。由于礁在渡劫过程中会伴随着惊涛骇浪，总是毁坏人们的房屋和桥梁。因如此，以前人们为了保护自身安全，会在石桥的正下方衔上一把宝剑，用来震慑礁，警示对方不能强行通过石桥。如果强行，那么悬挂在桥下方的宝剑就会将其斩杀。一直到今天，我国也有不少还存在着这样的传统，防止蛟龙。虽礁的也有不少人称自己亲眼见过走礁事件，但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看，礁是不可能存在的。传说中的礁是由蛇修炼而来，而蛇想要修炼成礁需要500年的时间。在现存的所有中，蛇的寿命最多只有20-30年，或许一部分人工养殖的寿命会更长一些，但绝对不可能出现能活5年的情况。正因如此，蛇是没有可能化成礁的。至于1998年长江沿岸出现的10多米长的黑影，这或许是受到人类活动以及环境的影响。近几十年来，人类活动导致长江流域的环境受到了严重破坏，动物都不离开原有的栖息地生活环境。而长江流域的地理位置本身就比较特殊，每年到了雨季，降水量激增，极有可能引发洪灾。人们看到的巨大黑影，或许是洪水中携带的某些杂物，又或许是汹涌的河流聚集在一起形成的黑影，让人们误以为是礁在渡劫。在山洪爆发之后，不只是人类的住所会受到破坏，蛇类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。它们的住所被洪水摧毁后，顺着洪水一起来到人类的活动场所。这些蛇类中不乏有一些体型较大的蟒蛇，体长足以达到10几米，这也有可能是居民们看到的黑影。巨蟒和传说中的礁还是有一定的相似之处，但它并非是礁的原型。